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牛，欢迎收看第152期的白问。机圈终于是在年前啊，稍微消停了一会儿，大概也就是2周左右的时间吧，甚至还不到啊。最近呢，也有一些新机发布，我们的频道里面呢，也都更新了很多相关的这个视频。小白测评的那个新机基本上已经全部都跟大家聊完了。白问这边呢，我们再继续跟大家来补充一下大家关注的问题。OK， 那咱们就不废话了，干货多屁话少，白问152期马上开始。第一个是来自 B 站的小伙伴干杯99次，小白，摩托罗拉最新出的870处理器的 AGS 怎么样啊？1999的起售价格感觉很香啊，想买个870来玩游戏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这款手机啊是 Moto 回归之后的首秀，也能感受到啊，联想呢要开始在国内呢发力手机这一块。在海外呢，这台机器也是一个定位旗舰，首发了这个870。小白测评的频道里呢，应该是把870的所有实测呢跟大家测了一遍。理论上啊是有提升，但是落到机器的实际体验上来说，这种小的提升非常考验调教，必须得调教的非常好，才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。但是AGS 这个机器呢，照865的机型呢，并不是特别明显，好在它的综合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，比如说12个5G 的频段 NFC、1TB 的拓展，还有联想电脑这边的多屏协同，对，它也叫多屏协同啊，90赫兹，然后1999，这个价格方面表现还是 OK 的，但是在 ID 上啊，确实像1年半之前的手机啊，有点那种感觉。电池方面挺大的啊，这个5000毫安时的电池，但是根据我们数据库的实测呢，它的能效表现呢比较一般，调教上呢还是差点意思，因为这个毕竟是没有那么优秀的一个 OS 吧。如果你打游戏的话呢，毕竟870了嘛，这个吃鸡啊、王者啊这些肯定是都不在话下的。但是比如说像原神啊这种比较大型的这个游戏的话啊，确实表现还不佳，这个平均40加的一个帧率，其实它还有比较大的优化空间。总结一句就是，单纯从硬件的性价比上来说还是可以的，但是从软件调教上来说还差火候啊！下一个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吹不吹雪？小白，X60 Pro 和小米11哪个拍照性能更强呢？我想买一台拍照性能更好的手机。单从拍照上来讲啊，X60 Pro 啊，这个还是更有优势的，因为毕竟有这个微云台的加持嘛，尤其是在录像方面，确实表现要好不少。这台机器呢，它的发力点呢，其实就是镜头方面啊，因为处理器它不是这个888的处理器嘛，11的这个是有点卖888处理器的这种感觉。X60 Pro 这个相机呢，参数给大家打出来，之前呢，我们也在频道里放过实测了，你可以来对比一下。其实买微云台就是 vivo 系的这些手机呢，视频方面确实是它非常大的这个亮点，尤其是在白天的时候啊。下一个是来自白云金光的小伙伴阿木，巨龙你好啊，现在买小米10还划算吗？不是很想买小米11。单纯从性价比上来说的话啊。小米10也是可以的，因为在865层面呢，它的优化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了。就是小米10整个这个系列经过了长达快1年的这个调教更新和迭代了之后，它的865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，而且整机的这个硬件配置上呢也是够的，这台机器是 OK 的啊。不过最近呢也有很多消息说小米这边呢准备要推出一个小米10的特别版，也就是换上870的这颗处理器。当然更新处理器之后呢，它的价格方面啊，我觉得多少肯定会有一些调整的。这个小米10现在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，可以等等870的版本啊。好，下一个是来自 B 站的小伙伴抛回1999啊，巨龙想找一款支持不同手机品牌的远程协作软件，帮助父母解决手机问题的软件啊。这个软件还是挺刚需的，我们找了一下啊，给大家找到了2款啊，没有恰饭啊。一款是免费的，一款是收费的。当然，收费的体验肯定要更好一些啊，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下载就可以了。在百问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“远程”啊这2个字，获取下载链接。希望对你产生一些帮助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这个回家亲自啊给父母解决一下会更好。好，下一个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 GWM5600啊，巨龙你好，想给爸爸买一个手机啊，现在是华为 P10啊，想换一个拍小鱼小虾微距效果很好的手机，价格6000以内吧，求上电视。哇，6000以内可以啊。华为 P10确实是一个非常老的手机了，拍小鱼小虾应该是有这方面的爱好啊。这个养鱼使用习惯上，我觉得他之前用 P10啊，应该是保留的比较好。这个我还是建议呢，尤其是对长辈年纪比较大的人来说啊，他们更换系统的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，有很多问题都会碰到，所以说还是建议你延续EMUI 的这个手机。其实小米这边也有这个微距比较好的啊。如果要是延续华为的话呢，其实华为的 Mate 40是非常好的选择啊。这个机器它是1600万的超广角，而且是
兼微距镜头啊，实拍效果上呢，我们给大家放一下啊，这个也还 OK 的。当然你可能会说这个 Mate 40 Pro 或者说 Pro 加，他们肯定都没有问题，整体素质上要更好，而且屏幕方面表现要更好，对吧？但是他们没有微距镜头 ，Mate 40是有微距的啊。好，下一个是来自 B 站的小伙伴太日天一漏题是吧？你好，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，哎呦。第一次碰见啊，有个问题想向您求助。平时手机分屏啊，开几个教室软件，字都会很小，看信息的时候很不安全，时间长了感觉视力也有所下降。想让您推荐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大屏手机或者是平板啊，最好是支持分屏的功能，能够同时兼容多个轿车平台，信号的稳定性比较强，预算在1000到2000元最好。麻烦了啊，这个问题有点难度啊。在我们的实际体验之中呢，在手机的分屏功能上做的比较好的啊，其实是坚果这一边啊。很少听到这个品牌是吧？但是它的价格呢又不在你的预算范围之内。坚果这边呢最新的机器，即便降了2次价格了之后啊，这个跳水了之后还是没到1000到2000元。我个人觉得啊，你可以选择一个华为系的平板啊，一个平板呢就比较省心省事儿吧。比如说 M6 啊，980的处理器最多可以支持2个应用的同时分屏，这样的话你一个平板就代表了2个手机，你可以再加一个手机，对吧？你常用的那个就相当于有3个了。全网通的版本呢，做活动的时候2000元左右呢是可以拿下的。你这个要求说实话是有一点高的，而且这个预算也不是太多啊，1000到2000块钱，全网通版本是可以插卡的啊。是没有问题的。特别提醒一下这位司机大哥啊，如果要是比如说你的这个打车软件它还没有兼容这个分屏的情况，你还可以开小窗模式，然后来进行分屏。OK， 问题呢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。上期的中奖小伙伴呢就是他，赶紧私信我们的小编领取奖品。然后还是老规矩啊，想要你的问题上电视的话，可以在 B 站这个百问的账号回复你的问题，下期你就可能上电视了。然后在我们的百问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回复你的问题，都有可能被选中上电视啊，要你的问题罗列的清晰一点啊。OK，干我的票上百问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